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在前几期节目中，我跟大家谈到过宋朝的小报。既然是小报，自然就免不了八卦。这一点呢，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这时候置身在北宋政和年间的某一天，你手里正好拿着一张报纸，你可能会发现，今天的头版头条是这样的：三角恋情大曝光。道君皇帝夜访李师师闺房，恰好周邦彦正在其中。然后是一串省略号，接着是结局令人意想不到。你看到这个题目，一定是恍然觉得自己回到了现今世界，想起了现在的很多的标题党。这里说的道君指的就是宋徽宗，因为宋徽宗是谥号，所以在那个时候还不能这么叫。而宋徽宗自己呢，称自己为道君，道君呢是一个简称，全称叫无道昏君。这条消息是说呢，宋徽宗有一天夜访李师师的闺房，而在闺房之中，李师师正和周邦彦在约会。周邦彦一听皇帝要来了，非常紧张，就对李师师说：“你看，现在深更半夜的，我在你的闺房里，这个事儿如果让皇帝知道了，这皇帝肯定特别不好意思。我是一个忠臣，所以呢，你得让我躲起来，我不能见皇帝。”李师师就说：“那你就躲床底下吧。”于是周邦彦滋溜一声就钻到了床底下。很快，宋徽宗赵佶就走了进来，然后与李师师一起地坐在床上。徽宗这次还不是空手来，拿着一些新进贡的橙子。于是呢，李师师就用并刀切开橙子，然后再撒上一层无盐，再把橙子剥开，喂给宋徽宗吃。两个人聊了几句，而后又做了什么呢？小报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清楚，因为北宋时期的小报一日一纸就一张，所以呢就不得不在其后省略了1万多字。反正宋徽宗肯定不会是单纯来送橙子的，人家毕竟是皇帝，不是送外卖的。在把该干的和不该干的都干完了以后，李师师就问徽宗皇帝，问您今天准备留宿吗？你看现在夜已3更，霜气又这么重，路滑，骑马呢容易摔倒。您看您不如就现在离去如何？宋徽宗说你就这样让朕走了，是不是觉得缺少点什么呀？李师师一笑说：“我就知道陛下是不会忘的。”然后就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，递给了徽宗皇帝，对他说：“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吧，我没有给你差评。”徽宗皇帝重重地点了点头，欣然离去。送走了徽宗皇帝，李师师突然想起来床底下还藏着一个人呢，马上就把周邦彦叫出来。周邦彦从床底下钻出来以后，不及掸身上的尘土，马上就对李师师说快给我纸笔。李师师很奇怪，说你要纸笔干什么？你又不是刚才那位送外卖的，还要我写一个好评。周邦彦说我刚才诗兴大发，写了一首词，一定要马上记下来。于是李师师就给他准备纸笔，周邦彦运笔如飞，写下了这首《少年游》。并刀如水，无言胜雪，纤手破新城。紧握初温，受烟不断，相对作调声。低声问，向谁行诉？城上已3更。马华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周邦彦这首词呢，就是描写了他藏在床底下的时候，想象出来的李师师与宋徽宗一起吃橙，一起弹琴，然后呢，还有李师师与宋徽宗的那一段对话，劝他早点离去。就这么一个整个的一过程。其中提到的并刀如水的并刀，并刀呢指的是并州之刀，并州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。它的刀非常的有名，可以说是中国的历史名牌，现在好像也是非文化遗产。陆游曾经写过一首诗，其中有这样2句，叫诗情也似并刀快，剪得秋光入卷来。
并刀在唐朝的时候也非常的有名。当年的杨贵妃削发为尼的时候，剪去她一头秀发的，就是用的一把并刀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件事情对于周邦彦来说还算是有惊无险。但俗话说，倒霉总在风雨后，以后发生的事情就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李师师又与宋徽宗在一起幽会。两个人相对饮酒，大概是多喝了一点。李师师呢，就给宋徽宗演奏了这首《少年游》。宋徽宗初听的时候还觉得词律很美，越听越觉得似曾相识。突然想起，这说的不是前几日我与师师在此幽会的情景吗？于是宋徽宗就质问李师师说：“这首词是谁写的？”李师师这时候才发现自己唱漏了嘴，于是只好老实交代说：“这是周邦彦写的。”当时的情景是如此这般。宋徽宗一听呢，很生气，对李师师说：“我和你幽会是我们两个人的私人聚会，这么私隐的事情，你让周邦彦写出来，你还唱出来，你这样做岂不是把我当成了中央电视台的毕福剑了吗？”于是宋徽宗非常的生气。皇帝一生气，后果一定是非常严重。很快呢，宋徽宗就巧立了一个名目，把周邦彦担任的一个税务官给撸掉了，并把他赶出了京城。又过了几日，宋徽宗不知道想起什么了，就问李师师说：“周邦彦现在如何呀？”李师师说：“他现在心情很不好，已经离开了京城。”宋徽宗又说：“他可有新作问世？”李师师呢就呈上了周邦彦新写的一首词。宋徽宗看了以后甚觉满意，于是呢，就对李师师说：“行了，我也就不怪他了，我会在京城为他安排个官职，让他继续回京做官吧。”这就是宋徽宗、周邦彦以及李师师之间的所谓三角恋情。这件事情呢，是记载在南宋张端义的《贵尔集》中，这是一部野史。刚才说的一些细节呢，是后世某个人硬加进去的，大家呢不必在意，一笑了之。那么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宋徽宗、周邦彦与李师师这样的三角恋情吗？这一点呢，很多史学家都有不同的看法。我听到过宋史专家王立群教授曾经讲过这个故事，他应该认同是有这样的关系的。原因呢，我想可能是依照宋史记载，曾经有一位御史叫曹府的上书宋徽宗，希望他以后不要偷偷摸摸地坐着小轿出去嫖娼，这样影响不好。还有呢，就是在靖康年间，当时金兵是围住了开封城，要求宋徽宗赔款，不然不撤兵。宋徽宗这时候已经是国库空虚，所以呢，他就大肆的在城内民间收集一些金银器皿。曾经提到他要把以前赏给一些人的金银器皿收回来，这些人中就有李师师。宋徽宗此举呢，说起来也真是很过分。你以前赐给人家、赏给人的东西，现在居然还要再要回来。不知道宋徽宗平常是怎么做的皮肤护理，弄得脸皮这么厚。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，比如说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和一位在香港的教授罗康烈先生，他们都认为呢这段恋情是子虚乌有的。理由第一就是三人之间的年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在这三个人中，有确切生卒年记载的是周邦彦和宋徽宗。周邦彦是出生在公元1056年，宋徽宗出生在公元1082年，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距是26岁。李师师因为只是一个民间的歌妓，所以呢并没有他准确的生卒年记载。但是罗康烈教授依据李师师与北宋几位著名的文人交往的历史，推断出了李师师应该是出生在公元1062年。也就是说，周邦彦比李师师大了6岁，而李师师比宋徽宗大了20岁。宋徽宗是在公元1110年登基做了皇帝，
那么即便是说在他登基以后的同一年，他就开始与李师师幽会的话，也就是公元1110年，而这个时候周邦彦已经是54岁，而李师师48岁。况且很大可能宋徽宗不是在18岁登基的时候就开始与李师师幽会的，可能还要过几年。那这样的话，周邦彦和李师师的年龄就更大了。周邦彦可能已经年过60，而李师师已经是50多岁。20多岁的宋徽宗如果爱上了50多岁的李师师，那这口味可不是一般的重。况且如果李师师那时候依然在青楼工作，以他这个年龄，应该不会再奋战在第一线了，至少也应该进入了青楼的管理层，比如说做个老鸨之类的，不大可能会整出什么三角恋情来。再一个呢，贵尔集中提到周邦彦当时是主管开封税务的一个小官，但实际上在历史上周邦彦从来没有担任这样的小官，他担任的官职要高得多。而且贵尔集中提到的宋徽宗后来又让周邦彦回到京城，给他委派了另外2个官职，而查考宋朝的官职录中并没有这2个官职。再有，在贵尔集中还提到，宋徽宗为了与李师师幽会，特意修了一条从皇宫到李师师寝室的地道。这一次，宋徽宗就是由地道而来的。但是呢，依据周邦彦的这首《少年游》，它其中有这样几句：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意思呢，就是说现在已很晚了，你骑着马回去，路上很滑，而且呢又有霜雾，不如现在就早点回去吧。如果宋徽宗是钻地道而来的，那他怎么可能是骑着马呢？又怎么可能在意会不会有霜，会不会有人呢？所以这首《少年游》应该不是取自于宋李2人的幽会，而很可能是后人硬安上去的。所以啊，综上所述，我个人呢是比较赞同王国维先生和香港的罗康烈先生的看法，认为所谓的3个人的三角恋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的。即使说李师师并不是罗教授估算出的，他是公元1062年生人，而是更晚一些，像有些史学家估计的1080年或1090年的生人，那么他也只能是和宋徽宗同框，他们2个人或许有交集，而不可能与那个时候已经年迈的周邦彦有什么交集。反之，如果他是1062年出生的话，那只可能与周邦彦有交集，而与宋徽宗就不大可能。所以不管怎么说，3人同框的可能性不大。咱们再来说说李师师。李师师本姓王，他的父亲呢是叫王衍，是一位染匠。他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，后来由一位青楼的老鸨姓李的把他收留下来。因为他自小就长得很好看，所以这位姓李的老鸨对他也是细心的培养，教给他了吹拉弹唱的本事，把他的姓氏也改成了李。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佛门的子弟都称为师，所以呢就给他起了一个与佛有关的名字，叫师师。在北宋末年的时候，李师师已经是京城开封的一位名妓，一位社交名媛。按照野史记载，与李师师有交集的北宋文人很多，时间跨度非常的大。最早可以从生于公元900多年的张先开始算起。张先就是那位曾经写出了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的张三影，他是仁宗朝的人。他的词中也曾经提到了诗诗，他还创了一个词牌叫《诗诗令》，似乎就是送给李师师的。再往后呢，还有晏殊的儿子晏几道，晏几道的那首《临江仙》，大家一定非常熟悉。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却来时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记得小嫔初见，两重新字罗衣。
琵琶弦上说相思，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晏几道也曾经写过一首词来赞美李师师，其中有这样2句：遍看影川花，不及师师好。再往后和李师师有交集的就是苏门4弟子之一的秦观，秦少游。大家对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陌生，以前有一部电视剧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，好像是描写秦观和苏轼的妹妹苏小妹相爱的过程。但实际上呢，这也是不可能的。如果秦观想要和苏轼做亲戚的话，他只能做苏轼的姐夫，不可能做妹夫，因为苏轼根本就没有妹妹，只有2个姐姐。秦观的妻子姓徐，是一位富商之女。秦观写的词大部分都是言情的词，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过他的这位夫人，不过倒是提到过诗诗。虽然说秦观与苏小妹的感情是杜撰的，但是在那部剧中，秦观写的那首词《鹊桥仙》倒却是真的。这首词是这么写的：仙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难渡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除了秦观以外，苏门4学士中的黄庭坚与陶错之与李师师都有交集。如果再算上10年以后出生的周邦彦，以及又过了20多年以后出生的宋徽宗，如果这些人都是和李师师有交集的话，那么李师师在青楼1线工作的时间可能要将近70、80年，这肯定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有些学者就认为呢，可能在这段历史中有2个或者3个师师。因为像张先、晏几道，他们只提到了师师，并没有说是李师师。而师师这个名字呢，在当时，特别是在青楼艺妓的行业中，很多人都起这样的一个叠字的名字，就类似于明朝时期的陈圆圆。而后世的野史呢，就不管3七2十一，把这所有的师师都加在了李师师的身上。有些朋友最早知道李师师是来自于《水浒传》，是说宋江享受招安，但是被奸臣阻隔，所以呢，他就通过李师师的关系见到了宋徽宗，最后是成功的得到了招安。而且啊，在《水浒传》中还提到了李师师对燕青也是心生情愫，这一点呢，就更是没影的事儿。历史上也不是宋徽宗招安的宋江，是宋江那时候带着他的几千名流寇流窜到了海州，就是现在的连云港附近，准备攻下海州以后作为他的根据地。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是纯粹的流寇，一直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从来也没有真正的占领一块地方。所谓的800里水泊梁山和宋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宋江在海州的时候就被当地的知府一个叫张叔夜的人带兵给围上了。张叔夜带的兵就是他州府的部队，还不是北宋的正规军禁军。他带的几千兵能把宋江围上，说明宋江的兵力也不多。最后在宋江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张叔夜就派人对宋江说，你要么被我彻底剿灭，要么你接受招安。最后宋江就答应了，接受了招安。至于后面什么征辽、征方腊，那更是瞎扯。宋江接受招安的头1年，方腊已经被斩首了。抓住方腊的也不是什么武松、鲁智深，而是韩世忠。说征辽，那更是子虚乌有。澶渊之盟以后，宋辽之间虽然有时候有一些小摩擦，但是总的来说，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并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军事冲突。即使是有军事冲突，也不可能派宋江他们这些乌合之众去抗辽。好像又有点跑题了，咱们再回到李师师。李师师的晚年呢，有很多的版本，
有的说他被金朝人掳去，宁死不从，最后是自杀而亡。也有人说他最后流浪到了南宋，一直还是从事着青楼行业，到最后也是孤老而死。总之呢，结局都不是很好。和李师师交往的这些人都不一般，要么有才，要么有钱，要么有权，但最终也没为自己收获一份踏踏实实的感情。这是他的悲哀，也是他的无奈。这又让我想起了北宋时期的另外一个女子，她叫柔奴。她以前应该也是青楼艺妓出身，后来就做了王巩、王定国的小妾。王巩是北宋初年宰相王旦的孙子，也是苏轼的好友。当年苏轼乌台诗案的时候，受株连的不仅仅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驸马王显，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，其中受牵连程度最深的就是这个王巩、王定国。他在被流放期间失去了2个儿子，自己也得了一场大病，差一点送了命。苏轼呢对此觉得非常的愧疚，一直不敢给王显写信。倒是王显对苏轼是一如既往，并没有怪罪他。后来几年以后，苏轼与王显见面，王显呢就让他的身边的小妾柔奴为苏轼弹曲唱歌。苏轼认识这个柔奴，知道他一直陪伴在王巩身边，去了那个边远蛮夷之地。所以苏轼就问柔娘说：“广南水土应是不好。”意思呢就是那么边远的地方，你应该很不适应，觉得很不好吧？没想到柔娘却轻轻地答道说：“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”苏轼听此回答大受触动，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词：“长羡人间卓玉郎，天骄吩咐点苏娘。自作清歌传告尺，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。万里归来年愈少，微笑笑时犹带梅岭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其实岭南好不好并不重要，关键的在于是否心安。柔奴如此，李师师也是如此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。这里是 Frank 为您讲述有温度的历史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